一个手势管住5万人，乘以现场那几秒，其实是舞台声学在起作用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件特别拧巴的事儿？台下满场的人扯着嗓子给一个歌手喊加油，这份热情有可能反过来把台上那个人给坑了。真的，我不是标题党。今天这期咱不聊八卦，就聊一个我最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的事儿。歌手在台上为什么会突然抬手摸一下耳朵？你可能见过无数次，但大概率没往深里想过。看完这期，我跟你保证一件事，以后你再看任何一场演唱会，任何一个音乐节，台上那个摸耳朵的动作，你一眼就能看懂他在干嘛。这是能带走的东西。行，那咱就从头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阵子我在看成一场 live 现场的片段，具体哪一场哪天，这个我得说清楚，我手上没有硬信源，就先标个待核实哈，别拿我这个当准数。我看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特别小的动作，他唱着唱着，手抬起来扶了一下耳朵。这种画面，弹幕评论大概率会是一片啊，好帅。这个反应特别正常，大部分人第一眼看到的解读就2种，一是觉得帅，二是觉得，这是不是在跟观众互动，在宠粉？但你想想看，这个动作其实有个专业名字，叫扶耳返。耳朵里那个东西，行话叫耳返，英文是 IEM，In-ear monitor， 入耳式监听。说白了，它是一个塞在歌手耳朵里的小耳机，里面时时放着伴奏，放着他自己的声音，放着鼓点节拍。为什么非得带这个？你得先理解现场是个什么环境。演唱会的音响是朝着观众放的，声音全往台下轰。台上的歌手，他其实听不清自己在唱什么，外面的音箱，满场的声浪，场地的回声，全糊在一起。没有耳返，他就是在一片噪音里瞎唱，根本抓不准调，跟不上拍。所以耳返对现场歌手来说，不是锦上添花，是命根子。说完表面这层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。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在后面。我先把一种声音整理一下，网上有种说法是，歌手台上摸耳朵，是不是唱得不稳了？是不是出状况了？是不是要救场了？这个说法，我得说，他把因果关系搞反了。你顺着刚才那个逻辑想，耳返里放着节拍和伴奏，对吧？那如果台下满场的人同时爆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，那个声压是能物理性的盖过耳返的。就那么一瞬间，歌手耳朵里的伴奏被欢呼声淹了，他会瞬间丢掉节奏基准。你品品这个逻辑，这就是我开头说的那个拧巴的事儿，观众越热情，声浪越大，台上的人反而越容易被自己粉丝的声音给淹没。这是个反直觉的声学悖论。热情本身在物理上是会干扰演唱的。那这时候扶耳返是干嘛？是把耳返往耳道里再压一压，或者调一下，在被淹没的那0点几秒里，把节奏基准抢回来。所以你看，同一个动作，有人看到的是不是出问题了，而懂行的看到的是，这个人在被自己的粉丝声浪淹没的瞬间，当场就把拍子稳住了。这不是出状况，这恰恰是现场功底。换个说法，这就跟球场上那种大心脏球员一样，越是全场沸腾，越是干扰最大的时候，他那个关键球反而进得越稳。能在那种声压里当场纠错还不掉拍的，不是新人水平能做到的。这个我得补一句，我不是100%确定他每一次扶耳返都是这个原因，现场情况很多种，可能只是耳机松了。但从声学机制上讲，大部分现场的扶耳返干的就是这件事。凭我看到的信息，我倾向于这个判断，但不绝对。好，下一个点。这里我想停一下，因为有个更有意思的东西。刚才聊的是声音怎么影响台上，那台上又是怎么反过来管住台下的？我发现个事儿，很多现场歌手根本不用说话，就一个手势，比如比个 OK， 抬一下手，台下成千上万人的反应就刷得整齐起来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挺神的？那么多人，没有台词，没有指令，一个小动作，几秒钟同步。
这背后是一门人群心理学，学术上有个概念叫非语言人群调度，英文里也叫 signal cascade， 信号级联。它的机制是这样的，大型人群里，大部分人其实处在一种我看别人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的状态。这时候，只要有一个足够清晰、足够简单的视觉信号从舞台中心发出，注意，关键是简单，越简单传得越快，离舞台近的人先接收到，做出反应，然后他们的反应又变成信号，传给后面的人，一层一层往外炸，像水波纹一样。所以你看到的全场瞬间同步，其实是几秒钟内完成的一次视觉信号的级联扩散。那这跟诚意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在于能用一个手势就调度全场，这本身是经验级的现场掌控。你得知道什么时机发信号，发什么样的信号，信号要多干净。这个 sense 不是天上掉的，是大量现场磨出来的。他那种在台上的从容，说白了就是满级号的那种稳。再往里还有一层，我觉得是最容易被忽略，但最值得说的，就是该静的时候，全场是真的能静下来的。很多人觉得演唱会嘛，不就是越吵越嗨越好？其实不是，真正好的舞台设计里，静默是被算进去的。这在声学上叫动力学，你得有对比。全程轰炸，人耳其实是会疲劳的，再好的高潮也炸不出效果。反而是在一片沸腾之后，突然一个留白，一段几乎没有伴奏的清唱，那一瞬间全场屏息，这时候人声那一句歌词才真正立起来，直接戳进心里。而这里面还藏着另一件事，是关于台下那群人的。一个能该嗨时嗨，该静时静的现场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群体是懂规矩的。人群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自我调节型人群，一个懂得自己踩刹车的人群，不是被管出来的，是内部有默契、有共识的。这种热烈但不失控的状态，恰恰是一个成熟社区的标志。我知道有人一听粉丝俩字就皱眉，但你把饭圈这个滤镜先摘掉，纯从人群行为科学看，一群互不相识的陌生人，能自发的在该安静的时候安静下来，把最好的听觉空间留给台上那一句歌，这种默契其实挺难得的，值得被看见。这不吹不黑，就是个观察。行，聊了这么多机制，咱来把知识点打包带走。今天最实用的一条就记这个，耳返 IEM 入耳式监听。它是现场歌手的节奏生命线，里面放着伴奏和节拍。而歌手台上突然摸耳朵、扶耳朵，90%不是出状况，是在跟现场的声浪抢节奏。观众声音越大，他越需要这么做。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小工具，下次你看 live， 别只盯着歌手的脸和动作，你去盯两个东西，一是他什么时候摸耳返，二是摸完之后那几个字唱的稳不稳。你会发现，越是全场声浪最大的地方，越是考验人的地方。看得懂这个，你看现场的层次一下就不一样了。下次你看到有人摸耳返，你就知道该去听他接下来那句的节奏。那今天最后，我给你留个具体的小挑战，你去随便翻一段你喜欢的歌手的现场视频，谁都行，不一定是诚意，你盯着看。第一，他什么时候摸耳返；第二，全场什么时候突然安静下来。看完回评论区告诉我你发现了啥。我还想丢一个问题给你，咱评论区聊，你觉得一个歌手在台上的这种稳，更多是天赋，还是纯靠现场一场一场磨出来的？我自己是倾向后者的，但我想听听你怎么看。反正在我这儿，能看懂这些门道之后，你会发现好的现场比你以为的要精密得多。懂行的人看的从来不只是热闹。今天这期就到这，咱们下期见。程一手拿剧本下车直奔片场，这个细节比任何采访都诚实。一个演员身上什么东西最难演出来？不是哭戏，不是台词，也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能把你镇住的气场，是稳定，是一种你没法临时装也装不满1个月的东西。今天我想聊的就是从一组特别普通的路透里我看到的这个东西。说实话，我最开始刷到这几条的时候也没太当回事，
就8月17号，新浪那边挂出来几组诚意的香港路透。你猜怎么着？连着3天，同一个取景地，同一套衣服，白衬衫，里头一件背心，下面牛仔裤。粉丝都笑了，管这叫林 Sir 的夏季制服。我当时第一反应也是觉得挺可爱的，就是那种好朴素好接地气，笑一下就划走了。但怎么说呢，我盯着那几张图看了一会儿，越看越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，一个画面你明明看懂了表面，可心里总觉得他还想告诉你点别的？这几张图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。先把我看到的说清楚啊，免得有人说我脑补。3条路透，连续3天同地开工，固定造型。有一段视频是他下车，手里拿着剧本，没停，直接就往片场里走了。同一天早上7点半，他发了条新周寄语，倾尽全力，至于有什么样的结果就顺其自然，尽量不留遗憾。这就是全部素材，真的就这么点东西。粉丝一边夸他敬业，一边心疼，说天天都能刷到他，问一句他到底有没有假放啊？行，说回我为什么盯着这几张图发呆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连续3天，同一个地方，同一套造型，这在剧组里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这几天的戏是连着的，是一场接一场，中间几乎不断的那种连场戏。造型不换，很大概率是因为剧情时间线在这几天里是连续的，或者说这个人物的戏份密到不允许你中途抽离去弄别的。剧组里管这个叫戏顺着拍，为了效率，把同一场景、同一状态的戏集中在几天里啃完。能被这样安排的角色，通常都不是边角料。这就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了。你注意啊，敬业这个词太轻了。敬业是可以摆拍的，是可以营业的。今天摆个拿剧本的 pose 发一条，明天配个收工啦的文案，这些我们见得太多了。但连续3天高强度，下车都不带停的，手里攥着剧本直接进组这种状态，你装不出来。或者说你装1天可以，装3天，代价太大，也没必要。没有哪个团队会为了营业，让艺人真的连轴转3天去演给狗仔看。说白了，这是一种没法造假的信号。观众平时看一个演员，看的是成片，是采访，是他愿意让你看到的那一面。那一面是经过挑选的，是修过的，是他和团队一起决定要给你看什么之后的结果。可路透不一样，路透是他没打算表演给你看的时候被拍到的样子，而恰恰是这种没打算表演的画面里，藏着行业里最真的东西。因为他绕过了那层包装，直接拍到了工作本身。我给你换个比方，这就像看一个厨子，你看他上菜摆盘，摆得再漂亮，那是给你看的，是台前。但你要真想知道他行不行，你得看后厨，看他连轴转3天，一锅接一锅，火候还稳不稳，手还抖不抖，脾气还在不在。诚意这几天就是那个后厨还稳得住的状态。前厅热热闹闹咱们先不管，光是后厨这份稳，这道菜我觉得就值得等。等一下，我得补一句，别让我这话被人带偏了。我不是说所有连轴转就一定出好作品啊，这两码事。剧组进度紧，演员在状态，是好成片的一个必要条件，不是充分条件。这个我得说清楚，不然显得我在硬吹。剧本行不行，导演行不行，后期剪辑行不行，这些跟演员在组里拼不拼是分开的几件事。一个演员再稳，剧本塌了也就不回来。但反过来讲，一个连这个都做不到的组，一个主演3天2头请假，到了现场还在对着手机的组，成片你基本可以先打个问号了。稳不保证赢，但不稳几乎一定输。所以你看，粉丝那句他有没有假放，其实特别值得聊。网上包括粉丝里头是有点心疼的声音的，天天刷到他就担心他是不是太拼了。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，但我想换个角度说，这份担心本身是一件挺珍贵的事。你有多久没为一个你喜欢的演员真的去在意过他累不累了？很多时候我们对艺人的关注停在作品，
停在热搜，停在他这波行不行数据好不好看。我们习惯了把艺人当成一个要交成绩的符号，而这里是一群人在关心一个具体的人，一个会累、会困、会连着3天穿同一套衣服的人，会不会撑不住。这种关系，说实话，在现在这个饭圈环境里不太多见了。他干净，他不是在催他产出，是在替他喊停。当然了，从我的角度，我也真心希望他能好好休息。这话我得放这儿。倾尽全力是一种态度，但尽量不留遗憾这句里的尽量2个字，其实也给身体留了余地。人不是机器，长期硬扛不是敬业，是透支。休息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。一个能把状态保持一整部戏的人，靠的不是硬撑，是会分配。这么理解，我觉得才对，也才是真的希望他好。说到这句周寄语，我想单独停一下。7点半发的，你想想，一个连续3天进组，下车都在赶时间的人，早上7点半还愿意坐下来认真写这么一句话。这个时间点本身就有意思，不是收工后感慨，是开工前给自己定调。这句话我反复品了品，倾尽全力是给自己的，顺其自然是给结果的，不留遗憾是给以后回头看的时候的。这不是一句随手转发的鸡汤，宝子们，这是一整套职业观。它的核心其实是把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分开了。这是特别成熟的一种想法。你想啊，一个人如果把全部情绪都压在结果好不好上，他会很痛苦，因为结果里有太多不由他。演员能控制的是什么？是进组的状态，是台词有没有背熟，是每一条的完成度，是手里那本剧本。控制不了的是什么？是播出的时机，是市场那阵子的口味，是那一年跟你撞档的对手强不强，是平台把你排在什么位置，是观众点开那天心情好不好。这些一个演员半点使不上劲，他能做的就是把能控的那部分做到极致，剩下的交给他。这种想法说起来简单，做到极难。因为他要求你在拼命的同时，还要提前接受我可能拼了命也没有好结果。能说出尽量不留遗憾的人，是已经想通了这一层的人。你把这句话和前面那3天的路透放到一起看，话和人是对得上的。他不是嘴上说倾尽全力，身体却在营业，也不是身体在拼，嘴上却在卖惨，是说的和做的正好咬合在一起。这一点比任何一个金句海报都有说服力，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说一套做一套的了，见过太多精修文案配着摆拍的了，而这里是一个人说的和做的对上了，这种咬合骗不了人，也装不出来。好，聊到这儿，我给你留个能带走的东西，这也是我做这期真正想给你的，不管你是不是他的粉丝，这个都能用。下次啊，你再刷到任何一个演员的片场路透，别光看脸，看衣服好不好看。你可以看3个点。第一，看造型和天数，如果连着好几天同一套造型，同一场景，多半是连场重头戏，这个角色分量不轻，戏份密。第二，看他手上和状态，是拿着剧本在走，脚步不停，还是在旁边玩手机，坐着等通告。这2种戏份和投入度往往不是一个量级。第三，看剧组的连续性和路透密度，是天天有他的路透，还是隔3差5才录一次，密度本身就是信息，他悄悄告诉你这个人在这部戏里占多重。这3点都是官方通稿不会告诉你的，通稿只会说演员敬业，剧组氛围好这种正确的废话，但路透会。这个判断工具我不敢说100%准，凭经验说啊，也会有例外，但它至少能让你从哦他好帅升级到哦我大概知道这戏什么情况，这角色什么分量。下次你看到连续同款造型的路透，你就知道该去看戏份密度这条线了，而不是只看衣服好不好看。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个演员身上最难演出来的是什么？我现在的答案是那种不给你看的时候也依然稳的状态。镜头前的爆发力，很多人都有，镜头没对着你，狗仔远远拍一张，你以为没人看的时候，还能保持那份专注和分寸，这个才难。
程毅这3天没打算表演给谁看，可偏偏就是这没打算表演的3天，说出了最多的东西。有时候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，恰恰是在他忘了要被看见的时候。他自己那句话我一直会记着，倾尽全力，尽量不留遗憾。这句话我觉得不只是说给这一部戏的，是说给整个职业生涯的。今天这期就到这儿。